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在我拍影片的当下是2024年的4月16号。那这期影片呢，我就跟大家分享 Top 5的金融债券 ETF 的评比以及推荐排名的部分。那这次联准会的最新消息是由联准会的官员旧金山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玛丽戴利他所发表的。那玛丽戴利的话，他是联准会官员当中呢偏向于鸽派的官员，也就是呢他偏向于利率要比较宽松的一个政策。那他表示呢，我们要谨慎的面对，不要因为最近通货膨胀一直很高，就以为未来一定也会如此。那他这个态度啊，基本上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现在利率虽然比较高，但是未来不会一直保持在这么高啦。他希望大家的一个通膨预期可以下降，因为如果大家认为说呢，通膨会一直很高的话呢，那是不是就会将自己卖东西的一个价钱，就把它给上升？那真的你把卖东西的价钱上升之后呢，那其他人买你的东西，他是不是成本变高了？那他成本变高之后呢，他卖的东西价钱也会上升。结果呢，大家的东西呢都一直在上升他们的价钱，那通膨呢就会真的变高。所以这位联准会官员他讲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可以将大家的通膨预期给降下来。但是呢，他后面又表示呢，也不要100%的认定通货膨胀一定会下降。那他也表示，劳动力市场现在没有给联准会官员任何一种迹象，就是劳动力市场呢开始要萎缩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那这张图蓝线的柱状图的话，就是美国的非农就业人数；那红线的部分的话呢，就是美国的失业率。那你可以看到蓝线的这个柱状图啊，美国的非农就业人数啊，在过去这10年当中啊，它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呢，他们现在非农就业人数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失业率，那它的失业率的话呢，也是属于历史比较低的一个水准。它目前的失业率的话呢，也只有 3.8%。所以说呢，这个就佐证了刚刚这一位玛丽戴利他所讲的这一段话。劳动力市场并没有给联准会官员任何的一个迹象表明它正在萎缩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劳动力市场好，那就不需要去降息嘛。再去加上现在通货膨胀还是蛮高的，所以呢降息的那种预期，降息的那种心理，以及降息的那种必要性就没有这么的迫切哦。那他后面又表示说呢，联准会官员呢需要确信他正在回落到我们目标的道路之上，也就是通货膨胀，然后呢我们才会感觉到有必要一一的去做那一个反应。也就是说呢，当我们觉得通货膨胀真的有开始下降，越来越下降的话呢，那我们才会呢逐步的去做一个降息。那我们从玛丽戴利这位联准会官员他的公开讲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虽然他是属于比较鸽派的一个官员，但是他讲出来的话好像有点偏向于鹰派啊。你搞得我好乱啊！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联准会官员他们在3月份的时候呢，他们会议结束之后，这些官员他们对利率的一个预期。你可以发现到这些官员他们预期2024年的时候，大概有9位官员是认为利率会维持在 4.5% 到 4.75%， 也就是最多官员认为的一个利率会落在这个范围。那第二个范围的话呢，就是落在 4.75% 到 5% 之间，也就是有5个官员是这么认为。所以说呢，现在的官员基本上认为利率最多大概也就降低3码左右。好，那这个数据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认为说，官员好像真的是蛮鹰派的。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美国利率期货市场是更加的悲观啊。美国利率期货市场现在预期联准会官员到2024年12月底的时候，利率会维持在 4.75% 到 5% 的几率是最高的，是来到了 33%。那 5% 到 5.25% 的话呢，是高达了 33%。那 5.25% 到 5.5%， 也就是利率完全都没有下降的话呢，也有 12%。那这些加起来的话呢，大概有 70% 以上现在市场是预期联准会的官员呢，他们到年底的时候呢，利率大概也只会下降 0.5% 左右而已哦。那到底什么时候呢会进行第一次的降息呢？那目前市场上呼声最高，也就是预期最高的月份呢，是落在2024年的9月份。大概有 45% 的几率呢是会降低1码。那如果是6月份的话呢，大概是预
预期 80% 是利率会不变。那如果是7月份的话呢，有 50% 是认为利率不会改变的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金融债券 ETF 的推荐排名。那目前台湾呢，总共有12档的金融债券 ETF。那这边呢，我就找其中的5档来做评比以及排名的部分。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表格。那股票代号以及基金名称我都放在上面这边。那这5档呢，分别是 00933B 的国泰10外加金融债，以及 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好，那这2档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那下面的话呢，就是 00724B 的群益投资级金融债，以及 00780B 的国泰 A 级金融债，还有 00786B 的元大10年 IG 银行债的部分。那挂牌日期我都放在下面这一边。那除了 00933B 之外呢，其他的 ETF 基本上都已经成立超过5年的时间了。好，那股价的话呢，我也放在下面这一边。那除了 00933B 它的挂牌价格是15块之外呢，那其他的 ETF 基本上现在的价格都是30多块钱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净值规模。那净值规模排名最高的就是 00724B 的群益投资级金融债 ETF， 它的净值规模已经破1000亿台币了。好，那这档 ETF 算是大家应该比较少听到的。那第二名就是 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它目前的话呢是869亿。那 00933B 的话呢，目前只有491亿台币哦。好，那我们来看受益人数。那受益人数最多的就是 00933B 的国泰10外加金融债 ETF。好，这档 ETF 它的受益人数已经破12万人。那我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光这一档 ETF 它的受益人数就是台湾所有金融债券 ETF， 排除这一档 00933B 之外呢，剩下的11档金融债券 ETF， 他们的所有的受益人数加起来都没有 00933B 还要多。所以说呢 00933B 的国泰10外加金融债，它真的是将我们台湾的金融债券 ETF 的热度给发扬光大哦。好，那受益人数第二多的就是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 ETF， 它目前的受益人数是172777人。那 00724B 的话呢，它的受益人数是8971人。好，大家这边有没有发现到 00724B 它的净值规模是破1000亿哦，但是它的受益人数呢是1万都不到。这样相除下来的话呢，平均每一个持有 00724B 群益投资级金融债券 ETF 的人，他们平均投入的资产规模是高达1000万台币哦。所以说呢，如果你去问一下你旁边的人说，你有没有投资什么 ETF？他表示说，我有投资 00724B 哦。那这时候呢，你可能心中就会这样想，这个人，他是不是净资产规模已经破1000亿台币啦？王大，来，你先转一百个，我等这些。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收益平准金的机制呢，只有 00933B 的国泰10外加金融债，它是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其他是都没有。那保管银行我放在下面这一边，然后内扣费用的部分的话呢，是在2023年的内扣费用，那最低的就是 00773B 跟 00724B， 他们的内扣费用是 0.24%。那 00933B 它是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呢才成立的，所以它的内扣费用是不齐全的。那我这边的话呢就没有显示出来。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存续期间。那存续期间的部分的话呢，基本上这几档 ETF 都是蛮长天期的一个 ETF， 但是呢 00780B 的国泰 A 级金融债，它是属于中期的，因为它的存续期间大概也只有 6.8 年左右哦。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5档 ETF 它们的成分债的评级的部分。首先你可以看到有2档 ETF 呢，它们的评级表现呢都是属于 A 评级以上的，那分别是 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 ETF 以及 00780B 的国泰 A 级金融债 ETF。 这2档 ETF 完全都没有投资级别的债券，所以呢你可以发现到这2档 ETF 呢，它们的风险相对来讲应该是会比较低的，所以呢它们的平均票息率也会比较低。你可以发现到这2档 ETF 它们的平均票息率分别是 4.3% 以及 4.4%， 是这5档 ETF 当中呢平均票息率是最低的2档。那换算出来他们的殖利率表现的话呢，应该也不会多高，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他们的殖利率表现分别是 4.5% 以及 3.3%。虽然这2档 ETF他们配发的一个债息比较少，但是呢不代表说他们的年度绩效会比较差像是 00780B 它的年初至今的绩效是这5档 ETF 当中呢是属于最高的。那为什么这档 ETF 它是属于最高的呢？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所看到的
00780B 它的存续期间只有 6.8 年嘛。那我们也发现到2023年从年初至今的话呢，我们的降息预期啊是一直往下降。大家还知道吗？2024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是预期今年会降低 1.75% 嘛，但是现在预期多少？只降低 0.5% 嘛。所以说呢，如果是那一种存续期间比较长的债券 ETF， 他们是不是对利率就会比较敏感？那现在降息预期下降那么多，他们的股价应该就会受到蛮大的负面影响。那 00780B 呢，因为它的存续期间只有 6.8 年，相对于其他这4档 ETF 来讲，它是少了将近一半。所以说呢 00780B 它对那一种降息预期的影响就会比较小。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00780B 它今年至今它的绩效表现是最优异的，再去加上它是属于高评级的公司债券 ETF， 所以说呢他们对那一种市场波动的影响也会比较小。好，那反观上面刚刚介绍的这2档高评级的金融债券 ETF， 那其他这3档 00933B 的国泰10Y加金融债，以及 00724B 的群益投资级金融债，还有 00786B 的元大10年 IG 银行债，那这3档债券 ETF 他们就是属于投资级别的金融债券 ETF。 你可以发现到这3档 ETF 他们的成分债当中呢是有包含 BBB 评级的债券哦。那 BBB 评级就是属于投资级别的债券 ETF， 那其中呢就属于 00724B 的群益投资级金融债 ETF， 它的投资级别的债券成分呢是最高的是高达了 18.3%，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它的平均票息率也是最高的是高达了 5.4%。 那平均票息率高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预期它未来配发的殖利率也会比较优异。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它的近世纪的累积殖利率也是比较高，是来到了 5.1%。 那总报酬的部分也是高达了 1.3%， 也是非常的不错。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今天比较的这5档金融债券 ETF， 它们主要可以分成2大派，一大派就是属于高评级的金融债券 ETF， 另外一大派就是属于投资级别的金融债券 ETF。 那这2档 ETF 的话呢各有各的好处，那你会怎么样去做选择呢？好，那这边我们还要提一下 00933B 的国泰10Y加金融债 ETF， 这档 ETF 是非常的夯啊，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它的受益人数已经超过了12万人，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这档 ETF 它年初至今的绩效啊是属于这5档金融债券 ETF 当中呢垫底的哦。那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呢是有点愧对我们投资人对它的期望啊。难道 00933B 的国泰10Y加金融债 ETF 它的优势就是月配息，然后呢收益平准金，那其他的话呢是没有什么展现吗？那关于以上这些资讯的表格我都会放在下方的置顶留言栏以及资讯栏当中。如果你想要持续学习投资理财，并且觉得 Kevin 的内容也不错的话，那你可以免费下载，不用填写任何的资料哦。好啦，接下来我们来进行 Q&A 的时间。那以上这5档 ETF 分析下来，你会怎么样做挑选？ A. 选择分散评级的，像是国泰的 00933B， 群益的 00724B， 元大的 00786B， 借由分散评级，也就是有高评级还有投资级别的债券，借此来换取更高的殖利率。B. 选择平均高评级的，也就是去选择中信 00773B 以及国泰的 00780B， 虽然他们的殖利率比较低，但是呢他们的报酬也不一定会比较差哦。C. 你有其他的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哦。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珍惜分享家的 Kevin，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赞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Oh shit，等一下，跑哪里去了？妈的，这个吧。